好，来关注中日韩峰会，韩国的外长赵对列到了中国大陆来访问，跟王毅见上面。他说韩中应该要管控好分歧，不能让分歧上升为冲突啊，也有意要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再拉近一点哦。王毅提醒他说近期中韩关系面临到波折，考验明显增多，不符合两国的利益。中方愿与韩方加强沟通，来排除外部干扰。指的很明显啊，就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干扰哦。那所以他说，这个中韩的关系啊，如果排除了这个外部干扰，就可以持续的发展。那另外这样的一个政治讯号，韩国媒体也报道，其实赵对列在这个会议当中7次提到了合作，强调这个发展关系的意愿。那双方商定即将在首尔举行中日韩的领导人会议当中取得圆满成功，而保持继续联络，并且商定要加强稳控供应链等相关经济合作，继续保持合作啊。那赵对列又邀请了王毅，也未来可以到南韩来访问哦。那王毅也回应说，在双方方便的时候就会去访问南韩。那与元首的峰会呢，这个中日韩峰会同步登场的还有包含中日韩的工商峰会也在月底要来召开，同样是在首尔来举行。到时候呢，会有非常多来自韩方的这种等于说他们国家级的企业一般的，像是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镕啊 ，SK 集团的崔泰元，以及现代汽车的郑义轩，以及这个 LG 集团这相关的会长通通都会出席哦。那另外韩国的媒体倒是看得很清醒哦，现在开始是不是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被美国给暗算了呢？这个韩国的媒体展现出他们的焦虑，他说：“哇，我们现在南韩的先进晶片的产能将从30%左右下降到只剩下9%。根据研究报告，他们说从2022到2023年，美国从0升到28%，但是南韩的比重却是大幅下滑，此降彼涨哦。那是不是都被美国给吸过去了呢？那台湾的比重也是下滑哦，那从69%到47%，但是仍然高居全球之冠。那 SIA 的这个总裁他就讲说，中国大陆到2032年10奈米到22奈米的产能会从2022年的6%升到19%，28奈米这种成熟制程呢，则是会从33%上升到37%。那韩国媒体就提醒啦，现在是不是美国在建立这个他们的本土半导体产线的同时其实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前景却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就主要就是现在很多韩国的半导体公司他们在韩国建厂的过程也都十分的不顺利，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发现这状况不太对因此韩国现在推出来这个他们的财政部长有公布一个最新的大规模投资半导体10兆韩元的计划。他说，为了要打赢这个晶片战争，所以必须得要加大投资的力度，用国家的力量大概是换算成台币是2580亿台币的这样的一个预算投入进来。那其实现在韩国本身他们国内的氛围也是越来越对于说亲美产生了一种质疑。那也有评论是讲说，像是亲美派的尹锡悦其实就职2周年。他其实这个挫败感大于成就。他上台之后就紧跟着美国的政策，参与美国主导的脱钩断链导致现在韩国自身经济增长强项不强，短板更短让韩国的经济的可持续性不断的下滑，进而引发了非常多的社会矛盾。所以这个韩国内部对于现在是不是要继续亲美，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再来，中国大陆呢也是面临到拜登又有新一波的制裁，他说要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为3倍也就是说未来几天可能就会有这样新的一个发布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最新报道。那叶伦也提到了，他说拜登相信我们任何作为都应该以我们关切或担忧为目标，而不是无限上纲那但愿我们不会看到中国大陆的大动作回应，就是我制裁你，我还先告诉你说我不希望看到你回应我这个还有这样子的人那这个美国真的也是很妙了，还要跟中国大陆继续来谈 AI 监管。他说要落实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会晤的共识，所以在5月14号日内瓦的中美 AI 政府首次会议就会来讨论这种 AI 风险全球治理路透社就引述了美国的官员讲说，这一次的会议不是促进任何的技术合作，那是要说保护美国的技术政策，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这个姿态也挺高的。那美国现在真的那么有底气吗？其实你看看中国大
大陆不断在卖美债嘛，而且世界各国也都在抢买黄金哦，也就是说，美国他们的货币的重要性可能也是随着国力而动摇。那全球的央行 Q1 狂扫了930万盎司哦，那买最多的就是中国大陆跟土耳其。那另外，中国大陆其实在今年2月份减持美债227亿美元，相较于1月哦，又下降了这个83亿啊，不是83亿美元，连续2个月的减持，现在目前的规模大概只剩下7750亿美元左右。好，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怎么看呢？韩国现在清醒了吗？我觉得韩国怎么会清醒呢？韩国的外交部长事实上是太天真了啊，他想两面都拿好处。他弄了半天尹锡悦到这个美国去做客啊，那么去唱了这个美国派啊，开心到不行。但问题就在于他得到什么？那他为了要去美国的这个大卫营的峰会，美国大卫营搞了这个三角峰会，就是要对抗中国大陆，摆明了嘛，就是美日韩军事三角大卫营成为每一年都要开的会议，用来修理中国大陆。这是第一个，这个引线还没有拆掉。第二个呢，说民主峰会由韩国来主办，就是要来修理中国大陆，这引线也还没拆掉。萨德系统也没拆掉。还有韩国也追随美国说涉入台湾的事情，也涉入南海的事情，5个引线都没拆掉。另外也追随美国半导体的先进的设备制成不进入中国大陆，6个引线都没拆掉。你6个引线都没拆掉，你跑到中国大陆来谈7个合作，那为什么要谈7个合作？因为你从中国大陆的顺差变成逆差，然后大陆的半导体现在变成你的强大的竞争者。而且中国大陆的电机、电器、家电的产品成为你韩国最大的竞争者，汽车工业已经超过你韩国，那现在连造船工业也要碾压你韩国。现在韩国想回过头来从中国大陆那边再来弄好处，就是讲这个7个合作啊，就可以拿到好处啊。所以王毅给韩国的外交部长吃了很多就是软排头吃啊，说中韩的关系的变化我们不愿意见到，但为什么会产生变化？那就是你搞的嘛。那你只要回到中韩的初心，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大半嘛。回到初心，那也就是以当时中韩建交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一个初心嘛。那你要回到初心。另外一个，那为什么今天关系变化成这样，要排除第三方的干扰？那你为什么都追随美国？那你如果没有排除第三方的干扰，中韩的关系怎么可能会又回到以前的健康的一个发展？所以我倒觉得说，你今天韩国你必须要处理好中国现在所提出来的几个关注，如果没有处理好，那你说中韩的关系再怎么走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交部长太天真了，到中国来2天，然后每天讲合作，就真的能改变吗？我觉得没有那样的一个容易啊。不过韩国自己也想清楚，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你也给我想清楚，美国的先进制程的半导体从0生长到这么多，怎么来的？巧取豪夺嘛。台积电怎么过去的？对，韩国的三星怎么过去的？他什么钱都没花，什么东西都拿了，台湾掏空一半，韩国掏空更多。对，我觉得啊，这些出卖自己国家利益的，我觉得这些政党啊，真的应该打屁股。好，来请教玉芳委员。韩国要先了解它的民主性啊，还有他们的那种政治的那种文化。韩国人被日本统治过，日本人是对韩国人是非常残忍的，所以还有慰安妇的问题，所以韩国的反日的情绪一直都很高。那美国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要韩国忘掉这些事，跟日本好好合作。跟美国配合，共同来围堵中国大陆。所以尹锡悦上来以后，是历届韩国总统里面对日本最友善的。可是这样的情形在日本内部，在南韩内部有没有反对的声音？有，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韩国应该跟中国大陆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呢？在南韩内部也是有辩论的。他们认为中国大陆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能够这个管好北韩后来当然北韩自己特立独行啦，可是至少如果中国大陆不帮南韩的话不帮北韩的话，未来北韩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降很多。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中国大陆不仅是韩国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啊，而且是一个可以避免战争的很重要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认为跟完全配合美国去对付中国大陆，南韩人民是有意见。所以南韩的在野党攻击尹锡悦，这也是其中一点。那这次4月中旬的这个选举，那4月11号结果就变得很清楚了，在野党大胜啊，执政党大败啊，所以这个就会让我尹锡悦就一定要有所调整他的对内也好，对外也好那种政策，他要调整。所以他即使心里不甘愿来讲，他也必须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所以这个是我想韩国的外长要去中国大陆访问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哈。而且当然你说南韩还有不爽的，就是说我的半导体，我的这晶片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去，然后我们像三星在中国大陆有设厂，我们就不要谈什么外交，我们就纯粹以经济问题来讲的话，南韩就是希望中国大陆成为它一个很大的市场嘛。你美国干预这个不能卖给中国大陆，那个也不能卖给中国大陆，受到伤害就是南韩的这个半导体业，还有其他的这个企业嘛，他们当然是不爽了。所以尹锡悦下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不得罪美国的条件之下，又能够跟中国大陆就改善关系。而且对日本来讲，我想就是说你慰安妇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南韩人民并没有放掉这个主题了，这也将是继续成为美韩之间关系的很大的障碍。好，来问厉将军。韩国从尹锡悦上台以后开始走亲美的路线，当然就国家安全来讲，他希望跟美国拉在一起以后，可以得到美国核子伞的保护。但是我们细数一下，他这个当上总统以后这2年来，他所被美国欺负的情形。第一个，美国虽然说是把核子潜舰靠近他的釜山港，但是换来什么？换来北韩将他列为头号敌人，而且北韩自己把这个统一门给他炸掉了。就是说他这个朝鲜来讲的话，现在已经把南韩自己列为首要敌人，所以在军事上面来讲，他有没有因为亲近美国得到这个国家的一个安全，他反而更激怒了朝鲜，这是第一个哈，将自己国家置于更危险的地步。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尹锡悦刚上台的时候，在半导体方面，他跟美国想要拉着美日这个台韩4个国家组成4方晶片联盟来共同围堵中国。围堵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围堵结果是我们看到今年年初的时候，三星的这个股价突然暴跌，因为来讲的话，这个美国限制韩国在大陆上面，它已经设了厂的一些晶片晶圆厂不能够再生产，不能再提供技术等等做这些限制。那当然，三星本身体质来讲，原来还可以，但是这几年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它因为它自己的这种企业的方向是代工跟自己设计都是他自己来，所以说很多国家对它产生疑虑，因此它的晶片的制造良率也不如台积电。在这种状况之下，三星股价也倒了，这是所看到的。第三个我要讲，我们讲到这个电动汽车，其实中国被限制这个提高这个关税一点不稀奇。这个拜登说要提高3倍，要抽到100%的关税。昨天我看川普讲说100%还不够，要200%的关税。但是问题是中国对电动汽车有几辆卖到美国去，根本就没有卖到美国去。反而他这些规定限制到谁呢？限制到韩国。韩国来讲，电动汽车现在反而因为美国自己的这个打消通膨法案来讲的话，他对自己的电动车实施补助，那受到伤害最大的反而是韩国自己的电动车产业受到伤害最大。所以尹锡悦这次亲美，我想说他们企业应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不管在半导体业或者是电动汽车产业各个方方面面来讲的话，都被美国所收割，然后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一个好处，包括军事国防也因此而遭受到激怒了朝鲜，造成国家更大的危安。那至于说 AI 美中双方来讲控制来讲，我觉得美国根本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小偷，就还要硬要说自己是好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发展 AI。将 AI 制造成武器的就是美国嘛。我举几个例子，譬如说，昨天大家看到美国的空军部长自己上了一架 F-16 AI 的战机来讲的话，他就用 AI 操作战机，这是美国自己在发展的。世界欧亚集团里面发布的
24年，今年来讲，世界10大危机里面，第一大的危机就是美国自己发生内战，然后紧接着是俄乌战争跟中东，所以排名第4的就是 AI 武器化，就美国自己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它除了说是我们那天看到 F-16战机将它 AI 化之外，另外它还有一个梅文的 AI 作战计划，也就是将 AI做成一种武器来攻击人类。那如果说 AI 不受人类的控制来讲的话，我想说对人类来讲是一个很大一个灾难的开始，不见得是一个好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目前以巴战争的这个最新冲突的情况。以色列现在兵分2路进攻加萨北部以及拉法，在14号，他们是这个地空优势的火力掩护之下，已经进一步进入到了加萨北部化为废墟的地区。那南部的话，则是越过主要高速公路进入到拉法的郊区导致大量巴勒斯坦的难民争先恐后的逃往他处。那还包含了像是这个以色列战斗机啊、攻击直升机啊、坦克车啊，也是都陆续在摧毁加萨那美国的官员讲说，现在他们正在评估，是不是以色列已经集结足够的军队对拉法就是接下来要发生全面的入侵。拜登政府评估，他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军队，好像已经集结在此了，所以未来几天可能就会进行到全面入侵。那其中有2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 CNN 说，现在目前不确定，以色列是否已经做出最终的决定来违抗拜登那其实还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联合国的车辆也在拉法遇袭。那其实他是受雇于联合国安全以及安保部的外籍工作人员他们在乘坐这个车辆往拉法市的欧洲医院的时候遭到攻击身亡。那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只是在袭击当中受伤，所以这也算是首名外籍工作人员罹难的消息。那以色列还有大动作来拘留多名记者，他们就讲说好像是在为半岛电视台工作，因为他们现在关掉了半岛电视台。那其实这些记者是在为另一家阿拉伯语的国际媒体工作，但是现在风声鹤唳所以以色列既然关了半岛，就要全面的可能要禁止这些其他的声音那再来以色列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没有人好像劝得动它可以停止反倒是让中东其他的国家，像是一些世仇，土耳其跟这个希腊竟然可以坐下来谈这希腊总理跟土耳其的总统埃尔段呢，他们举行了会晤，主要是要讨论经贸跟反恐合作。那埃尔段他就讲说，这是富有成果而且真诚有建设性来形容这一次的会晤。他说双方要实施双边的贸易额从60亿美元增加到100亿美元的目标。尽管有分歧但是现在他们也是在强化就是反恐领域的相关的合作。那这个希腊的总理米佐塔基斯他提到了说，西土的关系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比较积极的时代了。那两国会在双赢的基础下来推动投资经贸，那还讨论到一些非法移民的问题想不到这样子两边这样世仇也可以在这个以巴冲突的这种时空大空间之下而坐下来谈。他说希腊也将会继续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哇，这真是让大家看到很不可思议就是很多世仇现在一一握手和解。那再来他们有特别强调拉法地区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也都主张要立即签署停火协议，早日实现加萨停火。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自己本身现在很多的大学已经正在进行毕业典礼了，看到有包含了像是有学生他们就冲上台敞开袍子，就说加萨没有毕业生，来用一个毕业典礼隐喻说现在加萨连一个正常的生活都没有，连想要求学的权利都没有，更不要说有毕业生那丹佛大学的一个毕业生甚至戴着阿拉伯的头巾，象征声援巴勒斯坦来参加这个毕业典礼。那布林肯现在也是对于以色列有比较严厉的一个说法，他说以色列现在走在可能带来更多叛乱的轨道上面，拉法还有许多拥有武器的哈马斯战士以色列进攻拉法可能会留下一个混乱无政府状态的真空，而这个真空可能最后又是被哈马斯给填补那美国参议员也提到说，这个以色列应该要不惜一切代价来赶紧结束战争他说比如说就像
美国用核弹来炸日本一样。这一番话这个格莱姆讲的也让大家觉得说有一点争议啊。那到底算不算是种族灭绝呢？当然，现在很多人的抗议都是喊着种族灭绝可是你看苏利文竟然定调华府不认为加萨在发生种族灭绝这定义非常的宽让大家觉得说，美国原来是看待这件事情是不是遇到了以色列就是另一种标准呢？那还有美国另一个官员，这是常务副国务卿，他提到了，他说美国不认为以色列能够完全战胜没有办法完全全面的获得胜利，所以看起来变数仍然非常的多。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呢？以色列已经控制加沙地区的北部跟中部已经有6个月以上他现在集结大部分的兵力往这个加沙的南部那个开始要进行全面性的一个攻击。那为什么又对北部地区又开始要去轰炸、去开火？已经被它铲成一片废墟了，怎么又在北部里面又开始有新的战火发生？这代表什么？代表哈马斯成功的回到了北部、中部，而且成功的把兵力重新集结，而且恢复了他的战斗力，又开始跟以色列开战了。这证明什么？这证明你以色列没有办法真正消灭哈马斯，而你每一次的军事的行动，你只造成了更多的平民百姓的伤亡，对，尤其是老弱妇孺为多。这样的情形其实已经激起了广大的这些这个美国还有欧洲的学生的不满。不过很遗憾的地方，在台湾没有看到这些太阳花学运他们表达不满他们当初看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些人被俄罗斯战争的时候在台湾就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那怎么没有听到民进党？没有听到民进党所控制的这些学生说今日加沙，明天台湾对，也没听他们这样讲为什么？因为牵涉到美国，牵涉到以色列，就是跟着美国态度走。对，就跟着美国态度走。所以这些在台湾的这些民进党跟这些学运的这些人，根本理念中没有人权，没有人道主义，他有的其实就是政治的玩弄而已。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被这些坐领高薪的这些人忽悠，被他们玩弄太久了，真的要睁开眼睛看看这些人的嘴脸。我在欧洲，我就自己经历到好几次的广大的学生运动。我第一站到了荷兰，到阿姆斯特丹。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到了他的皇宫的广场，就看到一群学生在那边抗议他们的政府不表达态度，不明确的表达态度，然后他们应该要阻止以色列的暴行。后来我到了法国，到了先贤馆，我有拍了影片回来。其实我在荷兰，我有拍了很多影片。我到了先贤馆的时候，也看到一大批的学生，这些学生也表达抗议。那法国政府基本上是反对以色列在这个加沙这样做，可是他们的学生认为还不够，他们认为法国政府应该要让这个美国政府不能够再挺以色列，应该要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接着呢，第二天在共和广场有更多的学生都在抗争。一直到什么时候？后来习近平要到法国去，他们的学生就停止了活动，自动的。后来我们才大概了解，就是说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立场很清楚，就是反对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区的这样的一种杀害。那他们停止了这样的一个活动，一直到习近平离开了以后，他们又恢复活动。然后他们希望能够创造出1968年的学生运动，也就是让这股风在吹。所以事实上，这股风从美国吹到欧洲，现在又从欧洲又吹回美国。美国派的警察、派的国民卫队去强力镇压学生，可是问题就是这些学生的抗议的方式五花八门。我个人是认为说，以目前美国政府，尤其拜登，他们对以色列的政策真的是混乱不堪了，而且是无能到极点，一点办法都没有。好，来问玉芳委员。先讲这个学生的抗议大家知道，常总统学校里面，哈佛大学的校长这个 Gay， 虽然几百位的哈佛的教授写信支持他，签名支持他，可是他辞职了。宾州大学辞职了，康奈尔大学的校长
宣布他做到6月底，这个都是在庞大的这种犹太人的压力之下辞职的。好，所以这些学生看在眼里面，他们怎么去想这个事情？加上这个事情，你知道，在国务院去年的10月，只有500位的官员了，不止国务院了，500位美国的联邦的官员哦，联邦政府的官员签名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哦，那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有一个叫 Harrison Mann 这个人出来发表了一个公开信，说明他为什么会辞职。他这个人，他是一个少校，他在 DIA 啊，就是国防情报署工作，这工作非常敏感的。他说：“我为什么去年11月我要辞职？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满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啊，说可是没有用，你知道吗？所以联邦的这个参议员，这位老兄啊，南卡罗来纳州的 Graham， 他说，就像是美国投下2颗原子弹，跟在日本一样，以色列有权利不惜代价采取行动。你讲这话是什么话？对，华航被迫买28架波音，就是这个老兄搞的。因为那个装配的工厂在南卡这样子。我要讲说这是个人道的问题啦。我也很高兴的讲，其实很多的犹太人，在美国犹太人，甚至在以色列犹太人，是反对纳坦雅夫乱搞。美国教授，甚至他们犹太教的这个，他们应该叫祭司还是什么，他们出来反对。对，美国很多有良心的犹太人，所以大家搞清楚，不是全世界犹太人在支持纳坦雅夫在胡搞啊。对，很多的犹太人，欧洲的，尤其美国的很多犹太人，包括美国有名的参议员，一个是现在多数党领袖 Humer， 他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就是美国New England 地区选出来那个桑德斯，他们都反对纳坦雅夫，认为他应该滚蛋啊，认为乱搞啊，所以这是个人道的问题。美国的这种做法，我是完全不赞成的。他说他们现在没有攻进去这个Rafah 这个城市，我问你，炸弹投下去算不算已经进去了？对，飞弹打进去算不算进去了？大炮轰进去算不算进去了？你都已经在那边接触战都已经打了，整个把它团团围住了，所以你说你现在没有进去，我认为这个事我不能接受。我觉得全世界最伟大的事情叫做人道主义。战争不是你可以不择手段直求胜利的，不是这样子的。战争有战争罪耶，战争里面有规定你某些武器是不准使用的，譬如杀母弹，因为杀伤力太大了。所以你怎么说你可以为所欲为的呢？你现在纳坦雅夫就是为所欲为嘛。如果你们以前被德国人迫害、大量屠杀，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情犹太人。可是你今天想想看，你今天在加沙的做法，你这种做法，你是不是跟那些德国人没有什么两样？你也是大量的屠杀，已经死掉35000多人了，里面70%到75%是妇人，还有就是小孩子。我认为这个美国做法是虚伪的，令人没有办法忍受的。好，来问家军。其实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原来在开罗的谈判已经达成一个这个巴勒斯坦已经同意这个停战的条件，也就是他愿意接受这个停战条件。但是没想到以色列说好，你接受的话，我现在反而来讲我不接受停战，我开始攻打。然后我把现在最新的状况跟各位观众做一个说明哈。这个以色列已经开始正式的攻击这个拉法口岸，而且已经占领了拉法口岸。以前拉法口岸大概是埃及在控制的，他现在已经切断了那个拉法口岸，也就是说，现在所有人道物资、人道救援的物资，包括粮食、包括燃料、包括医药品这些东西，现在都没有办法从拉法口岸送进去给拉法这些巴勒斯坦的难民，都没有办法。在这种状况之下，以色列说：“那我现在画一个，他到处撒那个传单，说我画一个这个人道区，让你们这个巴勒斯坦难民过去。那这些难民过去以后，才发现说到那个地方根本就是废墟一片，已经被狂轰滥炸，根本就废墟一片，连帐篷都没有办法搭。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所有的粮食都没有办法运进去，这个拉法那边。”困在拉法的这些难民已经有100多万人，目前已经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4天了。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真的是看不出来这些难民将来怎么生存下去。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以色列不是没有说这个赞成停战的，也有谁在赞成停战呢？他们参谋总长这个哈勒维他说愿意赞成停战，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你这个我们攻下了加沙地区以后，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好好治理，没有办法好好处理，所以现在在北部那边这个加百利亚那个地方，这个哈马斯又回复到那个地方去建立发展他的军事基地。所以就军方立场来讲，他认为说是治理比这个攻击拉法还重要。我要把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经战略学者林云芳，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伟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哦，现在这个台海的紧张情势哦，解放军的军舰再次出现到了澎湖周边的海域，那张骞舰的监控也被这个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军舰呢、还反广播，那被提醒说你这个位置，要保持安全距离。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台湾1109舰，我是157舰，请注意你的位置，向东调整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包含了像是澎湖也好在大陆的玉渊谈天，他们提到了这个金门模式，恐怕接下来要遍及澎湖、马祖以及台海哦。那这可能是整个台湾海峡都会在目前未来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当中哦，这也就是说巡航的模式，常态化的巡航已经会变成遍及各地。那再来看一下，如果台海开战的话，美国智库就讲说，一旦开打可能会变成世界大战哦。这是根据美国智库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讲说接下来呢，参战国家可能包含了中俄、北韩，还有美日韩，加上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这9个国家几率是最高的哟。也就是说，日本真的也是牵涉其中啊。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吗？那另外再看看，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如果向驻日的美军基地这个发射核弹的话，这是日本长崎大学的智库有这样的一个假想。如果台湾有事，美国出兵协助台湾，导致呢中国大陆向驻日、驻韩美军基地发动核武攻击，最终恐怕会造成260万人丧生的一个核子战争哦。这是日本长崎大学已经开始做这相关的研究了。那另外在南海这边，解放军也做了一些压力测试哦。腾讯网的王亚南航空表示说，这个肩并肩的军演期间啊，至少有一架美军的这个 B-52H 轰炸机从苏禄海方向前往南海，那被解放军的军机这个歼11一路跟歼到台东外海。这次的肩并肩军演呢，其实是在南海的东南部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的海域来举行，而这个 B-52进入到南海的事情呢，也可以被视为是演习的一部分。那当然，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就出动了4大主力舰包含了像是055的驱逐舰、052C 的驱逐舰，还有052D 的驱逐舰以及054A 型的护卫舰，全部都调往了南海地区哦。那也是展现出来这个同时出击，也就是让你看看这个军力哦，随时可以这个等于说应对相关的一些挑衅措施。那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杀机，用牛刀来杀吗？解放军的这个南部战区在南海的行动应该不会立刻结束哦。那大陆的水炮将会开得足足的、充分的保证教育这个菲律宾的船只。那现在目前海军舰艇将会在重要的位置来守卫，防止菲律宾方面狗急跳墙开第一枪，也防止美军派这个舰艇给菲律宾的民船撑腰哦。这是大陆的媒体这样子的报道。那菲律宾和美国显然是误判了中方的这个坚决，然后呢，捍卫南海领土跟主权的决心哦，那也误判了解放军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动员如此多的兵力以及作战平台的能力哦。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300架 F-35现在集结在亚太，美国的专家讲说，希望能够突破围堵。中国大陆现在产出了这个5代机，主要就是这个
歼20还有歼35啊，是要做一个相对应的应对。现在目前福建舰已经开始海试了，那主要测试这个舰艇本身的动力跟电力，以及这个系统的可靠性跟稳定性。那所以美国就派出了这个300架 F-35来围堵嘛。那现在其实在福建舰的甲板上已经出现了歼35的身影了，所以双方都各有布局。另外，解放军的 H-20也已经要来了。根据美国的情报高官讲说啊，这个技术水准都不如我们啦，我们的这个 B2 B21比这个解放军更厉害，真是如此吗？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媒体突破国防的报道，他说根据五角大厦的情报官员提到了，那他说中国大陆的 H-20战略轰炸机是不值得担心的啊，讲得非常有信心哦。他说这个参数来说的话，是比不上我们美国的这个隐形战略轰炸机。但是此番言论令人感到诧异哦，因为 H-20是被视为中国大陆的国之重器哦，而且它保密等级是非常的高。那美国的军方却信誓旦旦的说 H-20是不及美国的这个 B-20、B-21，所以呢，这个其实美国情报官员可以这么自信的评价吗？其实反倒让大家对于美国的情报能力产生了一个质疑哦。好，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玉芳委员，玉芳委员怎么看呢？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金门模式不断在扩大，这个是这可以预见得到，这个当时出现他们的这个快艇被这个就沉吊死了2个人之后。其实很多的专家学者都知道这件事情不会那么容易过去了那这件事没有解决掉，但中国大陆已经利用这件事情，开始让他的船出现在以前罕见的这样一个地方，很少出现的地方像金门马祖那所谓的禁限制的水域啦，那现在到了这个澎湖来。我认为目前来讲，他还是会很小心的，不要进入所谓的临街区啦，不会进入24海里，更不会进入这个所谓12海里这个领海的这个范围里面。但是呢，不排除偶尔他就会做这个动作出来，他慢慢就要让你习惯就认为说，你不要以为那是你的水域，我要来，我随时都可以来，我认为这也是我的水域，这样。这个的危险在哪里？就是说双方互不相让嘛，这个碰撞的机会就会增加很多，这种所谓的军事意外的这个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的高那这个是我们要小心，尤其现在军备竞赛不仅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在进行，这个军备竞赛也在两岸之间进行。那呢，军备竞赛的结果呢？就在台海也好，南海也好，甚至东海也好，就在那个地方变成军武的这样的一个什么航空展也好什么军舰展也好，就他们展示出来了。说我不仅生产这些武器系统，我还拿出来要跟你这个比较一下。那这个当然就双方的那一种竞争的那个态势会上升，敌意也会上升。所以你现在讲说南海跟台湾海峡是全世界除了乌克兰以外最危险的地方，最容易引发战争的地方，没有错这种情形只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美国这个中国大陆不仅它生产的武器越来越多，美国也把越来越好的武器，就借着这次比如肩并肩的演习完了以后，它有些武器系统就留下来了嘛，对不对？那留下来以后上次我们讲那个泰粉这个系统泰丰系统。它可以发射标准6型的这种反攻飞弹这一型的飞弹也可以打船呢，不仅可以反攻，也可以对海面攻击这个海上的目标，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来，而前次他把爱国者飞弹也已经搬进去了嘛，搬到美国的克拉克以前的克拉克的空军基地，像美军等于又回到克拉克了这样子，所以这个美国越来越多的武器。新的武器部署进来，然后他又邀请这个像北约这些国家，英国啦、法国啦、德国让他们军舰也过来那像甚至包括加拿大、澳洲，那也开始往台湾海峡、南海这个地方航行。那这个对立的情况就会真的很严重。军备竞赛是战争爆发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从历史上来看。那我要讲就不仅是军备竞赛，还有军武的展现我不仅生产，而且我拿出来就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这个对峙是不会退却的。原因在哪里？美国认为它是全世界的巨强，最强的唯一的这个超级强权。中国大陆认为说我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不能跟你比，可是在这个东北亚这一块这个地方，在南海也好，在这个台湾海峡也好，甚至在这个东海这个海域也好，我不认为我不比你差，因为我有陆地的资源，我有陆地的武器系统的资源，陆地的基地的资源，所以我不会比你差，所以两个人在这个地方是绝对不会后退的啊！这个对峙只会越来越严重。以前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讲越战的，叫《America in Vietnam》。那个作者我一下想不起来名，应该叫 Lewis 才对。他就讲过一句话：为什么美军在越战一打20年，法国人在奠边湖打输了以后鼻子一摸就走了？因为法国人不认为自己是世界的超级强权啊，所以摸摸鼻子走掉不丢脸啊。可是美国认为我是世界强权，我越南再怎么撑，我要撑20年，阿富汗也撑20年，早就撑不下，为什么要撑呢？面子的问题嘛。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也好，美国也好，双方为了面子的问题，在这一条线，在台湾的上面跟下面跟对面是绝对不会退缩的。这样的对峙，坦白讲，台湾还是真的是这个局面，还真的是蛮危险、蛮辛苦的。好，我们来问一下厉将军。我这个曾经在澎湖驻守过，所以我对澎湖其实也蛮了解的。大家要知道，我认为说是金厦这种模式来讲的话，很快在520之后就会在澎湖这个地域里面、海域里面来上演。除了这几个岛以外，大家可能不晓得，其实澎湖总共有64个小岛，这64个很多是无人岛。那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军力来讲，兵力还够，那时候2年或3年一起还够，所以我们都经常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上无人岛去做威力搜索，去上那个岛，小艇上去以后，我们要到那个岛上面，防止大概这个中共啊，或者是海盗啊，那时候有这种顾虑，在那个岛上面会不会在那边驻守，会这边留在那个地方？那毕竟是我们国土，虽然说我们没有派军队住在那边，但是我们3不5时的要到那个岛上面去巡查一下，防止这个不管是敌人或者是这个海盗哈，我们那也有海盗驻守在这个岛上面。那现在来讲的话，我特别担心的就是说，我们在讲台湾现在兵力这么少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有没有能力对澎湖这些无人岛来做一个搜索或做一个检查？那如果说都没有办法去应付来讲的话，我觉得哪一天在这些无人岛上面突然升起5星旗，我也不会感觉到意外。另外，澎湖来讲是我们台湾很重要一个战略位置。这个历史上面，这个攻台之前必先攻澎。我们不管从历史上面荷兰或者郑成功收复台湾，或者施琅收复台湾，甚至于到最后日军来控制台湾，都是先到澎湖。为什么呢？就大陆来讲的话，他认为说是澎湖就变成他一个前哨基地，他夺取了澎湖之后，可以对台湾就有一个前进基地。那对我们台湾防御的一方来讲的话，澎湖也是我们的前沿阵地，我们必须要确保住澎湖，才能够确保住台湾海峡水道的安全。那如果说是金厦水道的这种情形，复制到澎湖地区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国军防卫来讲是很大一个考验跟威胁。尤其是现在来讲的话，澎湖大概只有一个146舰队，那在这个每次这个解放军共机来扰台，距离我们那么近，越过中线，距离我们只要这个4-5秒钟时间就可以飞到台湾领空，都飞到这么近的距离，但是我们台湾却拿它一点能力都没有，只能用这个心里喊话。说是我们用飞弹或者雷达监控中，那如果说是他的军舰，如果真的是到了澎湖水域来讲的话，在澎湖进入我们24海里的这个临接区，那我们的这个成功级的这些军舰在澎湖地区还能不能够发挥作用？会不会像是澎湖一样，像金门一样，全部被封锁在港口里面出不来？这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担忧的一件事情。另外，我特别要说，我觉得中美之间。势必会，不管是在最近的，还是说未来都会发生一战，只是这一战发生在什么地方，究竟是在台海还是在南海？那按照美国他们学者认为说是修习里德陷阱的这种理论来讲的话，一个新兴的霸权一定会挑战既有的强权、旧有的势力。那这中美两国，中国现在很明显就是一个新兴的强权，美国来讲也是走向衰落。那如果说两国发生战争的话，但大家要选择是台海还是南海？如果台湾人够聪明的话，应该在这时候避战，不要卷入中美大战的漩涡里面，才是明智之举。好，来问赖老师。我觉得民进党
目前把台湾带向这种困境啊，民进党真的是应该打屁股啊，咎由自取啊。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多次一直在提醒民进党，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的去改变现状，因为现状一旦被改变了，很多的时候就回不去了啊。从裴洛西来台湾，那我们看到这个防空识别区没了，台海中线没了。然后现在的情况是，金门的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要求民进党要很有诚意，而且要立刻道歉、认错、要赔偿。结果呢，民进党的上下的那些官员态度蛮横、嚣张，而且毫无人情啊，这样的一种态度，到现在我们看到民进党的一个做法，那这些做法你就把现状就改变了嘛。你的战机的数量没有大陆多，而且没有大陆先进；你的军舰的数量没有大陆多，没有大陆先进，海警也是如此。你凭什么跟大陆来去做挑衅的动作？你去挑衅大陆，让大陆那么进一步的一个动作，你在国际间、在区域、在台湾的内部，你根本都无力站不住脚，没有正当性。所以金门的现状改变了，现在到澎湖。那澎湖的现状一改变，接着当然就到台湾来了嘛。那一旦海警船进入台湾，你怎么样？你用你的海警船、海巡署的船跟他对抗，还是你要用军舰？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民进党根本无招，然后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一张嘴，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管道、一个沟通的管道，完全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那现在我们在野党要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还要被你抹红、被你抹黑，然后被你攻击、被你批评，我觉得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台湾的民众是绝对不能够再接受民进党这样的一个胡搞瞎搞。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觉得美国的战机，美国说 B-52战机飞入南海，他们在菲律宾的肩并肩的军演，战机我们近看是很大，可是在一个广大的空域中，它是很小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对解放军来讲，你在菲律宾的这个海域、空域进行这个肩并肩的军演，你有一架战机，你离开了演习区，你进入南海、巴士海峡飞进来，中国大陆马上就发现你。对，这代表什么？他有能力发现你，不但有能力发现你，他可以立刻就做应对的动作，他的战机就立刻升空，他的战机。一般来讲，这种轰炸机最怕的就是战机，因为轰炸机是慢，而且轰炸机的自我的防卫能力差，你本身被战机盯住了以后，它就跟着你走，这样的情形就代表什么？代表事实上你美军的一举一动，解放军是可以掌握在手中的。那菲律宾就更有趣了，自己是一个小流氓啊，一个小流氓不是你的东西。南海的所有的岛礁，在2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就已经正式宣布要还给我们中国，美国也协助我们中国，我们去南海把这个岛礁全部都收回。当时美国也派了军舰来支援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岛礁取名叫美济礁那你今天你美国这个恶霸跟一个小流氓想要到南海里面来抢东西，那中国大陆当然不让你抢本来是台湾也不应该让他抢的，可是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不肯保卫我们自己的岛礁，然后纵容菲律宾跟美国这样子搞，当然就中国大陆出手嘛。这一出手更难看了，菲律宾更难看了。你美国敢怎么样？什么都不敢做。我倒觉得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怎么可能会为菲律宾打仗？也不可能为台湾打仗。所以我觉得说什么两岸之间如果爆发战争，南海之间爆发战争会爆发世界大战，我都觉得那多余了，不可能的事情。美国、日本会为台湾打仗，想得美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